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图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。 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 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 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
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玉圣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真道之光。顾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莫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哎，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武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莫姑娘当然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亦去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域起，
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邪魔，追玉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，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一魔药善恶不分，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尘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治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域的生活，求他千年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雪城的人。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恭喜公子练成归离阵法。世人皆以杀阵为尊，殊不知能保全自身的守护之阵才是最难练。若做不到世间至强，那遇到劲敌时，能凭借阵法瞬间脱身，亦是至强之策。此阵一旦启动，对布阵者的损耗极大，若非生死攸关，公子慎用。即便生死关头，亦是命中注定，又何须阵法脱逃？或许这阵法永不会有启用的一日吧。以为不会启用的阵法，差点用上；以为不会寻到的人，也终重逢。穆玄灵，不让你死，亦是我的选择。我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我问过他了，问他愿不愿意随我回云秀山庄避世。为了你，他拒绝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为他散去魔功，便不会再有魔气反噬。散功十分凶险，对于一个灵窍破损的灵族，最终会导致身体败坏，走向一死。若他有玉阙宫护体，他便能活。
这是另外一个秘密。10年前，我父亲在明月山庄寻到了重伤濒死的我。那时我神窍一会，人族之躯，需先开阴阳2窍，体魄方能达到巅峰，而后再开神窍才能修道。你若神窍被毁，为何还能达到法相巅峰之境？谢氏一族代代拼死而战，时有受伤，所以自幼便要修习疗愈之法。我于濒死之际顿悟玉阙功，3日之内神窍重铸，修为不降反增。玉阙功还有这般功效？所以你要为他开神窍？是。有了神窍之后，他便可修炼淋漓，不用再受魔气灼体之痛，也不用再畏惧烈日灼烧，更不用再回暗域，可以堂堂正正，好好的活在人间。让灵族拥有神窍，足以改变3界格局，但又有什么所谓呢？穆玄灵，好好活着，继续做那个有趣的人，给这无聊的世间添点新鲜事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冷。穆玄灵，撑住，撑过3日，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你醒了？又要维持我的生机，又要处理公务，3日3夜不合眼，你就不怕累死啊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要多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啊！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。魔功散尽，为什么我还能活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是你命不该绝罢了。你不想告诉我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不简单。我曾经好像问过你，如果我愿意散尽魔功，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现在好像有答案了。怎么办呢？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，专断徇私的名你担了。不过我名声本来就很差，也不介意再差一点。但你就亏大了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赔了一身清白。不如你索性把我得了吧，好弥补点损失。身体才刚好转，嘴巴就不老实。那你就老实吗？法相寿命1000年，灵族寿命1000年。你判我囚禁雍雪城1000年，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想用余生护我？碰巧罢了。你会给我带锁灵环吗？不会。那你会给我下禁制吗？也不会。那你打算怎么求助我啊？你既已好转，明日下山。你要赶我走？带你去看人间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穆玄灵，想不到你也会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时候。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虚月说的果然不错。唉，情爱误我啊。如此自在的囚徒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了靠山，自然不一样。南庄主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回运秀山庄了？也是，你本不参与仙盟纷扰，来此也只是为了帮谢雪晨。如今三影投云已灭，仙盟内奸已抓，朱塔亦有各派守护，谢雪晨也恢复了全盛实力，你是该回去逍遥了。那你呢？我如今是雍雪城的囚徒，自在归自在，但仙盟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去运秀山庄的提议，真的不考虑了？南庄主，你对我的帮助似乎有些过多了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普通故人冒如此风险？你不是普通的故人。其实当年明月山庄，我曾想带你走的。若那时带走了你，你就不会遇到谢雪晨，也不会遇到桑弃，亦不会有1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更不会成为仙盟要诛杀的妖女。穆玄灵，
我心有悔。我从未给过你什么，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不必如此。你给过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给你讲个秘密吧，想听吗？我会保密的。其实，我三教被毁，并非暗族所为，是我弟弟，是他勾结了邪修，假装暗族将我掳走的。星野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但你既然做出戕害兄长之事，为父别无选择。我是与人合谋，害得他三教尽毁，废他双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毁了他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吗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，我杀了你！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？
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，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走了。你聊得怎么样嘛？南虚月那些话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啊？那今天还下不下山吗？当然下，为什么不下？还说没生气，平时的谢雪晨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落刀子都去。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呢？加大难度要不要？看好了，第一把，第二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知在人界砸场子是要挨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真没揍过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。点心。
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，就是点心。你出钱，对吧？嗯。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啊。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，不过活几十年光阴，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。好吧。姑娘，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了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，我现在就掀了你的摊子！不好意思，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摊子？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假的。2位吃点什么呀？
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！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，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哎，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。还有我女儿，听得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。小芳，过来。这孩子害羞，他不敢过来见你们。姑娘，您和您这位……啊，我相公。哦，您和您相公以后尽管来，到我这儿随便吃面，不收钱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您2位慢用啊。快吃吧，托你的福，吃了碗不要钱的面。谢雪晨，今夜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他没有那么好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差。小芳，快看烟花！上一次我看烟花，还是10年前。那个人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的大哥哥。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确定你真的能分得清我和他？我有一个很简单，却很准确的分辨方式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图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怎认得彼此眼波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。这人间热闹是热闹，但就是睡得早了些。此时于你而言还算早啊。就是有些可惜罢了。可惜什么？旅程结束了，雍雪城的囚徒该回冰牢才是。你不必回去。那我该去哪儿呢？一直待在吹雪楼，又算怎么回事？
我让人给你安排住所。其实，我待在哪里不重要，我也不在意。重要的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以什么身份留下的？偷得半日欢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我更希望你能早些回答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走了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这人界还真是奇怪啊！要我循规蹈矩的是你们，现在我照做了，惊讶的也是你们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待着吧。师兄就这么走了？连禁制也不设，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吧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魔功散尽，已是个废人，再无威胁可言？你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说，那特意给你们带的。这，你们城主出的钱，算不上我贿赂，就当是师妹的一点孝敬吧。谢谢你们前段日子的照顾，收下吧，师兄。这，拿归拿，但若你闹事，我们还会上报的。那是自然。走吧。师兄慢走。若真有1000年就好了。可惜他是桑启，又怎会轻易罢手？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有灵族入阵，为何没有警报？莫玄灵，桑启，你是南虚月吧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南虚，你怎么了？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善终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启，
但并非长久之计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琪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域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，别杀他。也罢，确实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伤害了你我师徒之间的感情。本尊最讨厌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师父，别杀他，求你了。想搬救兵是吗？本尊可以帮你。桑琪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别着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穆玄灵，城主，谢城主，是否桑琪来袭？几位来的正好，桑琪夜袭，绝不能让他入城为祸。我去对付他，助他救牢诸位了，多加小心。素宁真怎么没来？先别管他了，守护朱塔为先。到底想干什么？谢雪晨，又见面了。不知阁下夜闯雍雪城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来将我的爱徒接回。那便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穆玄灵如今是我雍雪城弟子，想让他改换师门，我可没答应。谢城主，为了布下这个杀阵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现在，你是想同我生死斗呢，还是去救那些悲惨的人族？你看到了，他走了，为了他的人间抛下来，这就是
你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情爱，不值得。你不懂我，更不懂他。将死之人，我没必要懂。一人之力扛法剑金丹自爆，即便他伪装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他受伤的事实。谢雪尘想赢，就只能拼命。谢雪尘。 丧气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，这魔气沙阵一旦覆压凌雪城，整座城都会毁掉。不知道谢承楚还能不能挡得住？他挡不挡得住我不知道，但你们一定挡不住。你是何人？取珠之人。谢城主，你这么想留下他，莫不是动了真情？ 但你恐怕还不知道，灵儿接近你，从一开始便是别有用心。世人总说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善于骗人。其实说的倒也不错，灵儿肯定没有跟你说，当初是我准许他将你救出荣渊的吧？你不信吗？ 你服用的那颗半日芳华，就是我给他的，时间仅此一刻。荣渊。 用的奈他何？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傅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为了那个谢雪尘的命，自己的命。 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一个谢雪尘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尘。 再打下去，你会死的。我来尝！
花的蝶。别那么努力，能少受些苦。雍雪城的谢家人都有一种偏执的劲头，但在我看来，只不过是一脉相承的狂妄罢了。他不会输的。灵儿，我们该走了。谢城主，看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谢雪晨，他说的我不会信。情之一字，果然是无人。就连谢城主也沉湎其中，明知刘颖石做不了假，却还在这里自欺欺人。谢晨，谢晨。谢城主，还要打吗？你的伤势很重，再打下去，真的会死。因我的灵儿要与我生死斗，值得吗？穆雪灵魔功3件，与安玉再无关系。他是我雍雪城弟子。
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。够了，谢雪辰，别再过来了。我说够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师父已经告诉你事实了，怎么了？不愿意相信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喜欢你的戏码演了够久了，我早就腻了。我堂堂暗域圣女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留在雍雪城，做一个低等的洒扫弟子，任你们呼来喝去？这不是陈雪之。谢雪辰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不过是把你当做大哥哥的替代品，玩玩而已。我本想看看天道之子落入情网的样子，现在一看，却委实有些无趣。不过和普通人一样，为情所困，纠缠不休。你已身负重伤，又怎么会是师父和我的对手？谢雪辰，不杀你，也是看在你护我一命的份上。别再自作多情，坏我大事，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。灵儿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已等了你万年，
有死无退。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？混沌珠还在珠塔里，只不过你见了，可能要失望。上古神器即便是笑话，也不可能会死。这难道是假的？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？你回来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若是真心愿意回来，为师自然高兴。可你偏偏是为了那个谢雪尘。你以为为师看不出来吗？你对他所说的那些决绝之词，只不过是担心为师会要了他的性命。你既然知道，不如就杀了我。哼，谢雪尘好不容易为你续上了命。就这么轻易不要了？我告诉你吧，他散了你的魔功，却将玉阙宫传给了你。他待你倒真是极好。玉阙宫果然玄妙，我就知道7年前这神窍损毁，怎么可能做到修为不降反增？原来玉阙宫真的可以重铸神窍。他将玉阙宫传给了我，怪不得我的身体日日好转，再也不怕烈日灼伤。可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？他将玉阙宫传给了你，你便有了神窍。仙盟法相齐聚雍阙城，一旦被人察觉，仙盟的人一定会置你于死地。他以为他可以瞒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我。你为何会知道？谢雪尘能够屏蔽灵犀对你的控制，却屏蔽不了灵犀对你的感知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为师都能够找到你的方位，能够了解你的身体状态。你被散功，被开启神窍，为师比你还要清楚。所以你做这一切，不只是为了得到混沌珠开万仙阵，还为了玉阙宫。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修炼魔功虽然能够令我强大，可还远远不够。若是能够开了神窍，我便能突破灵宗修行的极限。从此以后，不用再忌惮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能够让你忘了痛的药，名为悟心。服下之后，便能断绝情念，爱恨两忘。你虽然还能记得之前见过的人所经历的事，
但一回想，心中不会起任何波澜。你所有的爱都是因谢雪尘而起，对师父的恨也是因他而生。你只要忘了对他的爱，便会忘了对师父的恨。你只会记得，你是奉师命去接近他，夺取混沌珠。你对他所说、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计策，全都是虚情假意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师徒便再无芥蒂。只有这样，为师才会留下你的姓名。我不喝。灵儿，师父真的是为你好。爱上人族有害无益，人心最为复杂，最为多变。今日可能对你温言软语，明日就会翻脸无情，甚至将你欺若敝履，痛下杀手。师父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桑琪，你爱过人吗？他伤害了你，是不是？20年前，你断了一臂，是因为谁？闭嘴！可是桑琪，你受过骗，受过伤，却依然不愿意喝下悟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忘了他给过你的那点温暖，哪怕可能是假的。我也不愿意。悟性一旦入口，便再无挽回的余地。你和那谢雪尘，终将要成为敌人。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谢雪尘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不要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穆玄灵呢？穆玄灵呢？我本是来给你送药的，没想到竟遇到桑琪袭城。我赶到时，你身边唯有这把折扇。
至于穆姑娘，听仙盟所言，她已被桑琪带走，谢城主也未能拦下。你知道得而复失的感觉吗？原来他真的是我的梦中之人，可我却没能将他护下。得而复失，人间至汉，其中的苦楚，我自能体会。那既然故人与梦中人为同一人，公子有何打算？曾有3次，我想护下他，却都失之交臂。第一次在少年时，我想要带他离开明月山庄，终未能如愿。第2次在仙盟审判时，我为他布好了瑰丽阵法，欲带他逃脱，可到最后都没有派上用场。这一次，桑琪来袭，我以为我终能将他护下，可到头来一败涂地。你说，若这就是命数，为何要我和他的牵绊如此之深？他既是我的故人，又是我的梦中之人。冥冥中，我只觉得自己就该守他，该护他。谢雪珍呢？她如何了？身受重伤，一直昏迷着。师兄，行了，多谢南庄主愿舍运秀骨枝，为城主入药。他是如何被桑琪带走的？城主，这穆玄灵随桑琪离去，便是背弃雍雪城，当断则断。看人，插旗观训。我知道穆玄灵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没有背叛雍雪城，他只是在用他的办法，给我一个可以心安理得抛下他，去拯救人族的理由，而我，也真的任由他落入桑琪的手中，终究是我亏欠的。师兄，城主，长老，燕童。你们去通知各派，我已无大碍。去吧。是。那师兄，你记得把汤药喝了。若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拦下桑琪，留住他的，对吗？
谢雪晨，你悔吗？我曾经问过苍长老，一人、百人、万人的性命该如何衡量，如何取舍？父亲所担心的事情就像一道魔咒一样，我不断的反抗，不断的质疑。时至今日，它还是发生了。到头来，我还是做出了那样的选择。与穆玄灵相逢至今，满篇亏欠。你我在意的不同，结果却是一样。你因责任无法救他，而我因示弱救不得他。到头来承受所有伤痛的，便只有他一人。如今他仍旧在暗域，你我也都知道到底该怎么做。参见圣女。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能令师父暗自神伤的事儿。师父唤我来，有何事啊？你的审判妖藤被仙盟收缴，此乃为师为你新炼制的法器。名为断念，它的力量可比审判妖藤强大得多。断念，这名字我喜欢，多谢师父。师父，如今朽仙阁已经得到混沌珠，他们什么时候来打开万仙阵啊？我可想好好报复一下仙盟那群人呢。雍雪城中的混沌珠是假的。混沌珠一直封存在雍雪城城中，怎会有假？莫非是朽仙阁主找了借口想要赖账？他还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。师父，我愿再去人界替师父找到真正的混沌珠。不急。你的玉阙功尚未掌握成熟，还是留在暗域，好好修炼一段时日。谢城主既然怜你失去魔功，传你玉阙功，你可不要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。是。什么正道之光，冷情渐修，稍用情爱之计，不照样溃不成军？怎么当日我就没一剑杀了他，一了百了，多好！是啊，当日你为何不一剑杀了他？简单，等我玉阙功大成，我定取下谢雪晨的头颅，钉在这诸神宫中，供师父观赏。仙盟为了守护混沌珠，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，到头来居然是个假的。
可混沌珠是什么时候被调换的？恐怕在放入朱塔时，就已经是个赝品了。我相信，以谢盟主的人品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更何况，他为了混沌珠已以死相护，所以，我们可以先排除对他的怀疑。那么便是在放入朱塔之前了。莫非是明月山庄？但至少可以知道的是，真正的混沌珠没有落入小仙阁的手里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混沌珠是在雍雪城失踪，我会负。谢城主，那一夜，桑奇和朽仙阁来袭，我等实力不足，未能抵挡，致使百姓和混沌珠临危，而这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败和过错。幸好有谢城主你，一切才没有毁在那一夜。我们已看得很清楚，仙盟所期所愿之事，光凭我们根本就无法做到。城主虽然心不在盟主之位，可仙盟却急需一位新的领导之人，如此才能继续走下去，如此，人族才有希望和未来。因此，恳请城主应允。请城主应允。我只暂代盟主之位，待一切事了，还请诸位另择盟主，以托仙盟。暂代？混沌珠丢失之事瞒不了多久，还请诸位各自回城，稳定军心。我会先率雍雪城弟子前往两界山驻守，以防暗域异动。杏花宫离两界山最近，还请素公主派弟子前去协助。是。是，盟主。仙盟敬重你是真，推你出去一敌也是真。这强加的盟主之位，没半分好处。一路走来，你只剩5个字：吃力，不讨好。两界山距暗域一步之遥，也距他一步之遥。你想去救他吗？你呢？独行还是同路？混沌珠要找，万仙阵要守，灵族暗族都要防，他也要救。我若不与你同行，你以后会成为仙盟中第一个类族的盟主。但在出发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安排。高修士是否知晓，当初混沌珠是怎么送到雍雪城的？
当年桑奇带着妖魔大军杀入了明月山庄，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很多事情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是当时的镜花宫公主妙华尊者赶到，将我救走，也带走了混沌珠。妙华尊者是素公主的师傅吧？嗯，是。我母亲素宁熙与我师父是姐妹，她也曾是妙华尊者的弟子。只不过我母亲生我时，便因难产去世了。当时是妙华尊者亲至雍雪城，送来了混沌珠，与我父亲一起将其封入塔内。我问过苍长老，这些年珠塔从未开启过，也没有任何异常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父亲以死守卫混沌珠，雍雪城的清白自是毋庸置疑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当时送来雍雪城的混沌珠是伪造的。那你的意思是我镜花宫是盗贼，妙华尊者和我师父以假乱真，私自吞没了混沌珠吗？镜花宫并非我的敌人，也不是雍雪城的敌人，我只想寻回混沌珠，阻止修仙阁和暗族。今天我与高修士说这些，并不是要指责什么，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调查我的师父？正是。妙华尊者在明月山庄一事后，很快便将公主之位传给了素公主，从此销声匿迹。素公主是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人。那桑奇和我师父一定是极好的朋友了，一个屠了明月山庄，一个趁机盗走重宝。可若是如此，桑奇何必有来雍雪城一趟？高修士心中若是没有猜疑，便不会来见我。你也想知道真相，不是吗？城主，玄灵师妹留下来的东西，我收拾出来了，是拿去封存，还是？上课、打扫、值守，这雍雪城的生活还真是无聊。成为普通人的过程可真漫长。怪了，竟然觉得雍雪城这些无聊人、无聊事儿也有几分趣味。是他们变有趣了，还是我也变无聊了？原来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逃脱桑奇的掌控。是不是我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？无论过去，还是现在。罢了，死便死吧。谢雪晨想守的东西，我就替他守上一回。将这些东西放回原处。所有物品全部保留。城主的意思是，他还会回来？会。是。听说圣女以灵族之体，竟开启了神窍。他今日所修炼的，便是灵力吗？就是不知这灵力与咱们魔宫相比，孰强孰弱呀？既然你们对灵力这么好奇，那就让你们亲身感受感受。其实修炼灵力与魔功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既要不断积蓄力量，又要懂得如何掌控。关键就在于不断练习。圣女，饶命啊！只要灵力的控制足够细微，就不至于马上杀死暗族。就像火焰，也不会一瞬间就燃尽蜡烛。圣女。
好久不见，最近赤影和战影也都躲着我，该不会你们还在介意人界之事吧？还是说想着我失了魔功，再懒得理会？同僚之情可真淡薄呀。怎么会？尊上一如既往信重圣女，近来我等听闻圣女忙于修炼灵力，不敢前来打扰罢了。就凭你们，也配窥探本圣女的事？你刚才说不敢前来打扰，那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让你现在敢来打扰了呢？尊上想要见你。现在？师傅，您终于肯放我去人界了。听说你最近抓了不少案子。只是遵照师傅的意思，再好好修炼玉阙功。看来修炼的不错，那就去吧。知道从哪儿找起吗？镜花宫，少公主高秋民可是我自明月山庄就认识的好朋友，相信她一定能帮我找到混沌珠。好。师傅，你相信我吗？为何有此疑问？没什么，只是担心上一次我没有从谢雪晨那里带回混沌珠，师傅会不会因此怀疑我的忠诚？无需担心。去。穆玄灵一个灵族，偏偏要把自己表现得像个暗族，这次回来倒是不一样了。不，也许只是演得更像了。啊！尊上他老人家不也是灵族吗？照我看，尊上他比暗族还要暗族。他能为了一个人族背叛一次，当然就会有第二次。我绝不信他会真的忠于尊上。尊上，圣女究竟是……你不需要知道。那您呢？本尊已得到玉阙宫铸成的神窍。只需要再修炼些时日，就能自如地驾驭灵力和魔功，用敌人的武器去战胜敌人。是不是很有趣？是。上一次我来人界，可没有受这么热烈的欢迎。穆玄灵，公主命我等日夜巡视两界山，严防暗域灵族再次入侵人界。没想到，来的竟是暗域圣女素凝真啊！看来她很是惦念我与师尊嘛。想
想不到刚到人界就被你们发现了。也罢，未免走漏风声，就将你们都杀了吧。你为何会使用灵力呀？是不是很有趣啊？也不知道你的神魂烧的会不会比暗族快一些。男庄主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木姑娘，又见面了。木姑娘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逃？你被桑琪带走，我还以为他会伤害你。男庄主是不是弄错什么了？我被困雍雪城，是师傅来带我回家的，他待我极好，又怎会伤害我呀？回家？男庄主，你我虽相识一场，但若你要帮助那些仙盟修士，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木姑娘，不如你先告诉我，回到暗域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？说起来，这南虚月似乎对我有些情意。男庄主，我让师傅失望了，总要想办法弥补啊。男庄主，你既关心我，那帮帮我好不好？这是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比如，解了这林中所有的阵法，让我将那些修士都杀了。然后呢？继续夺混沌珠。男庄主总是这么聪明，在我心里一直知道你与谢雪晨不一样。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你会帮谢雪晨，无非是想看看这无趣的世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罢了。其实，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能看透你，你也能看透我。男庄主，站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喜欢你的戏码演得够久了，我早就腻了。真是仇人路窄，只怕谢雪晨不会再对我手下留情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既然逃出来了，为什么要跑？你想杀我？真可惜啊，失败了。公子为何不追？有谢雪晨在，他跑不了。可他似乎有点古怪。他眼下那颗痣，
方才他眼中的冰冷和杀意都是真的，是因为我当日抛下了他，伤他太深了吗？真是出师不利，怎么偏偏遇上仙盟最硬的茬？这个谢雪晨，狡猾的很，硬碰不行，还是得智取。谢雪晨，说句话嘛。别看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刚才为什么要对你动手？你知道的，桑琪在我身上中了灵犀，不是我想杀你，是他控制了我。谢雪晨，当日我说的那些话，都并非我的本意。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历尽艰辛，从暗域逃出来，就是为了回到你身边，永远和你在一起啊！你究竟怎么了？多日不见，你就不想我吗？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反正你在外面设了结界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不如……我还有事，你好好休息。果然，要用这种方法才能逼走他。师傅，时运不济，我遇上谢雪晨这个煞星了。怎么，刚到人界就失手被擒，想让为师去救你？救倒也不必，只是我有了另一个计划。谢雪晨是不会放弃寻找混沌珠的，有他在，我就不用去镜花宫找高秋明了。所以，我想跟在他身边，就算不能一举找到混沌珠，能多查到一些线索也不错。你确定他会带着你？所以啊，也想请师傅帮个忙。若是谢雪晨亲眼看到我灵犀发作，又怎会放心将我单独留下呢？哼，好吧，今夜为师就再帮你演一出戏。在我心里，一直知道你与谢雪晨不一样。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其实，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能看透你，你也能看透我。南庄主，站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
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你也觉得他很奇怪，是吗？话语、行为、神态、气息，以及他眼下的那颗灰痣，处处都透着异常。但他神志又十分清醒，没有像当日在雍雪城被人控制的迹象。你想问什么，便直接问吧。你与他在林中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是为混沌珠而来，他想让我帮他，而他会给我想要的。你想要的？他的喜欢。南虚月，你是懂怎么欺人的。既然你都问了，我只是复述罢了。他早已背叛安玉，投奔于我。他本来不喜欢人族，但为了我想护之人，他竟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。那人是我弃他而去，任由他落入丧妻的手中，错戒在我。我弃他一次，便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仙盟不容他，我护着他。我们谢城主终于又活得像个人了，就像我初见你时，有欲望，有执着，不服枷锁，凡事都要拼个输赢。他不是输赢，对于他，我不会再放手。即便是你对他有情，我也不会相让。我知道，从你决定来两界山，我便都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有事要同你讲。我有急事，要回一趟运秀山庄，明日一早启程。何事？秘密。无妨。那便不说。只是有些事，我自己还未想清楚。待有一日这个秘密我想同他人言时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。那混沌珠呢？有什么线索吗？我已警告秋明帮忙调查。她虽然是净化宫的少公主，但也曾是明月山庄的少庄主。我相信，她亦不想真相蒙尘。